最近 A 股市场的过山车行情让无数投资者损失惨重，一拨人终于割肉出局，另一拨人刚入场就被套牢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仅过去1个月就有超过50万个普通家庭因炒股失利而陷入财务危机，其中留学家庭更是首当其冲，遭受重创。中国社交平台小红书上近期涌现了大量求助帖，有家长把孩子留学的钱全梭哈进股市的，有学生自己拿留学资金全仓炒股的，后果之惨烈令人触目惊心。网友小雨在平台上哭诉：“我爸把我4年的留学费用全砸进股市了，现在亏了80%。我刚到美国1个月就要面临退学了。”据了解，小雨家是典型的工薪阶层，父母年收入不足20万，好不容易攒了100万留学费用，但在股市诱惑下，父亲一时冲动全仓入市，结果遇上大跌，如今只剩20万左右。更让人心酸的是，小雨还有个正在上初中的弟弟，家里所有积蓄都打了水漂，弟弟的未来教育也成了问题。类似的悲剧比比皆是。网友阿明分享：“我爸说人生要敢拼，看准就要出击，结果把我的留学费投资进股市，说要让我财务自由。现在倒好，我连学费都交不起了。”还有不少留学生抱着捞一把的心态，把学费生活费全仓炒股，结果20万、30万转眼化为乌有，甚至还背上了巨额债务。更讽刺的是，在相关求助帖下，还有不少清醒的网友留言：炒股可能赚，留学基本亏，要么留学资金翻倍，要么就不用去留学了。牛市疯涨也要见好就收。15年前，我爸也这么干了，然后我就没学上了。当炒股和留学成为2选1的命题时，中国普通家庭的无奈与绝望可见一斑。有家底的富人自然可以鱼和熊掌兼得，200万留给孩子上学，另200万投入股市。但对于绝大多数普通家庭来说，这无异于一场豪赌。同样是高风险，普通家庭选择跟风炒股，孩子可能就会面临断供没学上的境遇；选择供孩子留学，花200万培养出来的孩子，回国后月薪可能只有几千块，回本遥遥无期。有网友无奈调侃：“出去当牛马，不如赌一把，成功了你将拥有牛马。”留学和炒股都是败家，炒股败得更快一点而已。玩笑归玩笑，留学和炒股显然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。但在当下的中国，这两者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风险。据中国教育部最新数据，2023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为70.3万人，同比下降15.4%。其中，因经济原因中断学业或放弃留学计划的学生超过10万人，占比高达14.2%。与此同时 ，A 股市场的波动也越发剧烈。据统计，2023年 A 股市场累计波动幅度达到68%，创下10年新高。在如此剧烈的波动中，绝大多数散户沦为了韭菜。有业内人士分析，目前中国中产家庭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压力，房贷、车贷、日常开支、教育支出犹如4座大山，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在经济下行、失业率攀升、投资失利等多重因素影响下，许多中产家庭一夜返贫。曾经豪情万丈的教育投资计划，如今不得不节节败退。据某教育咨询机构调查，近2年来，60%的家庭将孩子从私立学校转入公立学校，78%的家庭大幅缩减了课外培训支出，85%的家庭放弃了送孩子出国留学的计划。与此同时，海外留学成本却在持续攀升。根据美国大学理事会最新报告，2023至24学年
美国公立4年制大学对国际学生的平均学费已升至29150美元，较上一学年增加了850美元，涨幅高达3%。如果算上食宿等费用，总花费更是高达41920美元。私立大学的涨幅更是惊人，平均学费达到41540美元，涨幅高达4%，总费用更是高达56190美元。一边是留学成本水涨船高，一边是中产家庭收入不断缩水。普通留学家庭举步维艰，有家长不得不变卖房产、车辆来维持孩子的学业，更多的家庭则不得不忍痛放弃留学梦想。有调查显示，2023年中国赴美留学生人数较2019年峰值下降了约30%。原本憧憬着在海外过上留学生活的孩子们，如今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，他们的梦想在经济寒冬中烂尾了。就在普通家庭为生计发愁之际，中国股市却上演了一出让人瞠目结舌的戏码。据统计，仅在9月24日至10月11日的短短18天内，就有多达172家上市公司发布了减持公告。这意味着平均每天就有近10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在抛售手中股票，其中不乏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案例。长兴科技在9月27日公告中表示，包括其大股东在内的多名持股5%以上的股东，将在未来90天内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8.91%的股份。万朗磁塑更是在10月9日宣布，其股东安徽高新金通 IE27 创业投资基金将在未来3个月内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8.42%的股份。此外，还有46家上市公司的股东拟减持比例上限超过3%。这一系列减持公告，无异于给刚刚有所回暖的 A 股市场当头浇了一盆冷水。更令投资者心寒的是，不仅是上市公司大股东在疯狂套现，就连主力资金也在大规模撤离。据数据服务商 Wind 统计，仅10月8日一天，沪深两市就有高达1698.15亿元人民币的主力资金净流出，其中创业板主力资金净流出451.82亿元，沪深300主力资金净流出557.36亿元。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，当天有多达404只个股的主力资金净流出金额超过1亿元，其中东方财富、五粮液、长安汽车等知名公司的主力资金净流出金额均超过20亿元。面对如此大规模的资金外逃，不少投资者开始质疑，这到底是一场有组织、有预谋的割韭菜行动，还是另有隐情？有业内人士指出，这很可能是一场国家级的庞氏骗局。当局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推高股市，吸引散户入场，然后让大资金和内部人悄悄撤离，最终留下一地鸡毛。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。据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教授王明远的研究显示，在中国股市，散户投资者几乎不可能赚到钱。截至2022年底，中国大陆4638万个持股账户中，机构投资者仅有12.49万户，而个人投资者高达4626万户，占比高达99.73%。其中近90%是资本不超过100万元的小散户，资本低于10万元的更是多达2305万户，占比接近一半。然而，这些贡献了 A 股绝大多数交易量的散户，却只能分得极少数的收益。以上海证券交易所2017年的数据为例，个人投资者贡献了82.01%的交易额，但仅获得不到9%的利润。相比之下，机构投资者的交易额不到18%，却获得了91%以上的利润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
在2014年底至2015年6月的牛市中，仅占 0.5% 的顶级散户及机构法人就赚走了占总数 97.5% 的中小散户的钱。这意味着 A 股市场实际上已经沦为一个巨大的财富收割机器。每一轮所谓的牛市都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财富再分配游戏。以2015年的牛熊市为例，资产1000万元以上的顶级散户，其资产增加了 76%， 而资产低于30万的小散户，其资产却减少了 33%。更为可怕的是，仅在2022年底至2023年中的 A 股下跌中，估计个人投资者的投资损失就高达4万亿元，平均每户亏损约10万元。面对如此惨烈的局面，中国当局却仍在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来刺激股市。9月24日以来，在官方的推动下 ，A 股持续上涨，上证指数在短短5个交易日内就大涨 20%。9月30日，沪深两市成交额更是突破 2.59 万亿，刷新历史纪录。然而，好景不长，在经历了国庆长假后，10月8日 A 股重新开市时，虽然略有上涨，但9日就遭遇了历史性的暴跌。沪指一度重挫近 7%， 收跌 6.62%， 创下2020年2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。深证成指更是暴跌 8.15%， 创业板指更是惨跌 10.59%。面对如此惨烈的局面，中国财政部长蓝福安在10月1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，匆忙宣布了一系列财政调节措施，试图稳定军心。据蓝福安介绍，今年的财政赤字上限是 4.06 万亿人民币，新增地方专项债券上限是 3.9 万亿人民币，比去年分别增加了1800亿和1000亿。此外，财政部还将发行1万亿人民币的超长期特别国债来刺激需求。然而，这些看似惊人的数字却并未给市场带来太多信心。许多分析师指出，这些措施缺乏具体细节和可执行性，很可能只是一场空头支票。有经济学家甚至警告，这种大规模的财政刺激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中国的债务风险，最终导致更严重的经济危机。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，普通投资者该何去何从？有专家建议，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，最安全的做法就是远离股市，将资金转向更安全的投资渠道。然而，对于那些已经深陷其中、无法脱身的投资者来说，这无疑是一个残酷的现实。他们的血汗钱很可能已经成为这场国家级庞氏骗局的牺牲品。在这个经济动荡、前景不明的时代，中国的普通民众似乎正面临着一个残酷的选择：要么冒险投资，搏一个未来；要么安于现状，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财富在通货膨胀中不断缩水。无论做出怎样的选择，对大多数人来说，未来似乎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风险。这或许就是当下中国经济的真实写照，在看似繁荣的表象之下，隐藏着无数普通人的辛酸与无奈。